米饭。哟，你看这个肉啊，哦，真的是这样直接放进去吗？是呀。Hello， 我是想要吃遍全球的珊妮儿，这里是我的世界餐桌。今天我们世界餐桌要吃，警长，榴莲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这个是我毫无默契的印尼朋友 Ru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udy， 来自印尼。对，今天他要跟我分享印尼人如何奇葩的吃榴莲，你真的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对，今天要你。让你别说什么，今天让你大开眼界。OK， 好的。我家也是印尼很有名的榴莲产地。哦。对，棉兰你们可以搜一下那边产榴莲，而且在全印尼呢是最好吃，而且那边榴莲便宜。哎，比如说就像这么大的一个榴莲，你们多少钱一斤？啊，我们是论个卖。论个卖。这么大一个榴莲啊，大概30-40块人民币吧。啊，是的，便宜是的，是的，我这买的30-40块钱一斤。3、2、1，榴莲大餐。印尼人都怎么吃榴莲？就除了空口吃，配那个糯米饭一起吃。糯米饭还是大米饭？啊，糯米饭比较多，大米饭也有，但是不多。哎，我带米饭了。当当！现在，哇，这个是金枕榴莲，再加米饭，从来没这样吃过。最正宗的吃法还是用手抓着吃。家长，榴莲米饭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抓这个。哟，你看这个肉啊，天哪！然后这样吃。哎呀，对，天哪！把它搅拌在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户外拍摄吗？因为很多地方都不让把榴莲带到室内。我也来抓一下，我都流口水了。真的好香，尝一口啊，看看。我们上次去吃印尼菜的时候 ，Rudy 就已经教给我手法了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用这个，用大拇指把进去，食物推到嘴里。3、2、1。怎么样？竟然不难吃。我觉得很香，真的很香。喜欢吃榴莲的人真的可以尝试。是的，这个其实可以当甜品了。是当主食还是当甜品？如果要当主食的话呢，我给你带一个东西进去。当主食的话当然要辣椒啊。哇，这榴莲这是榴莲辣椒吗？对，这个是印尼榴莲辣椒酱。哇，怎么做的？你先跟我说一下。就放那个小米辣，还有那个美人椒，还有那个小洋葱，把它打碎了之后呢，用那个油炒一下。炒熟了呢，再放这个榴莲果肉放进去，再炒一下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榴莲辣椒酱在印尼的话，还有另外一个做法，就是要经过发酵过程。这个榴莲果肉放盐，常温发酵3到4天，到那个榴莲发出了一点酸味儿之后呢，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炒这个榴莲了。像中国的臭鳜鱼一样。对。中国安徽的臭鳜鱼，它也是自然发酵的。放盐抹盐，然后自然发酵。没错，就让那个鱼肉自己变成闻着其实有点臭的那种味道，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。啊，原来榴莲也会这样子。是的，下次可以用发酵的榴莲做臭鳜鱼。可以。哦，哇！这样才吃米饭啊，当主食了呀。哦，没点辣味儿怎么吃得下去？是啊，看起来不是很美观，但是很美味。哦，做成辣酱以后，榴莲的味道反倒没有那么的浓了。是的，它有榴莲的质感，但是榴莲那种臭味基本上是没有了。对，一般我们会炸鸡，比如说炸豆腐啊这些，蘸着这个榴莲辣椒酱。哎呦天哪，我们俩这一碗快吃完了。我也吃完了，你看。大家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，味道并不黑暗，真的好吃。榴莲。在我们印尼那边也可以当饮品，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吃过。是什么？榴莲配咖啡？是吃一口榴莲，把榴莲直接放进去啊，然后你喝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
榴莲咖啡，接点咖啡。然后榴莲。哇，你真的是这样直接放进去吗？是啊，直接放进去啊。等一下。哎呦，搅一搅，来搅一搅啊。它有没有一个比例啊？全凭感觉。我们大概用了2牙的榴莲肉。刚才还是美式咖啡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榴莲拿铁。什么味道？什么感觉？就很无语。这样真的既喝不出来咖啡的味道，也吃不出来榴莲的味道。哎，现在看我的吧。好奇，也是榴莲咖啡吗？对呀，但是比你这个好喝多了。也是榴莲果肉，把它弄下来。我们要把果肉捣碎，抹在这个杯子的壁上面。接下来把这个柠檬冰球倒进去。我来配一个牛奶。哇，好好看啊！意式浓缩，这才是一杯非常非常好喝的榴莲柠檬奶咖。你看，干杯！还不错哎，这个。如果大家吃榴莲的怕上火，那这个榴莲壳一定不能扔。先在榴莲壳里撒一层盐，然后再倒水进去，把盐泡的榴莲水给它喝掉，这样的话就不会上火。如果你怕吃完榴莲，你手会有很重的那个榴莲味道呢，洗手的时候可以这个样子，水龙头在上面，然后让它这个水流下来是吗？然后你手放在下面这个样子，然后洗一下，不用放什么洗手液，洗完之后呢，你手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，真的很神奇，很神奇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，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留言，1键3连。我是想要吃遍全球的珊妮儿，这里是我的世界餐桌，这是 Rudy， 拜拜。拜拜。